你的朋友圈被每年3600元的育儿金刷屏了吗？有人说呀，终于盼来了点奶粉钱，也有人冷笑，平均每个月300块，根本不敢多生啊。你是不是也觉得这补贴有点少？但今天我想告诉你，这3600块钱每年金额本身并不重要，它真正的意义是国家态度的拐点，生育正在从你的私事儿变成国家的系统性责任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这笔看似不多的钱背后其实连着一盘万亿大棋：养老金系统、地方财政转型、消费者信心。如果你看明白了这条逻辑链，你就会知道，这不是简单的补贴问题啊，而是中国未来的人口保卫战。那国家为什么出手？我们普通人该怎么看？今天我们就用黑板逻辑链依次讲透。我们先来讲清楚一个问题啊，国家为什么非得补贴你生孩子？其实呢，这是一次人口结构危机下的财政保卫战。咱们来一口气看4个关键的信号：人口断崖、养老金压力、消费坍塌、地方财政转型。第一，人口断崖式的下降已经肉眼可见。2017年中国新生儿1765万，2024年跌破了954万，7年减少了近一半，是70年来的最低点。医院门口的产房从当年的人声鼎沸到现在的门可罗雀，20年后我们想找个年轻的护工可能都成了奢望。根据统计局的数据，2023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3亿，占比20.4%。这就意味着一个年轻人背后要扛起2位老人、1个孩子，你能生不生得起是一个问题了，你敢不敢承担未来是一个更大的问题。第二个就是养老金的危机，养老金收不抵支，开始中央调剂。我们以前觉得退休金是稳的，是国家保障，但是现在呢，多个省份的养老金账户已经开始用中央补贴才能发得出了。年轻人缴的社保70%，直接补贴当下的退休者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年轻人少了，缴费的人在减少，老年人越来越多，支出的人在增加，社保的现收现付制正在面临着入不敷出的压力。如果生育率再不稳住的话，那未来10年养老金就可能成为国家财政的硬缺口。第三呢，就是消费力出现了结构性的坍塌。你有没有感觉呀？现在的商场冷清了，连锁咖啡店关门了，教培行业不断裁员，甚至曾经供不应求的婴幼儿用品、母婴电商板块也都在销量下滑。这不是偶然啊，因为人口减少等于年轻家庭少了，等于婚育支出少了，房贷、育儿、教育等需求集体收缩，整个消费结构塌了一层。而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去依赖3驾马车，投资、出口、消费。现在呢，投资靠政府，出口受海外波动，消费再不稳住，经济就会失血。第四呢，就是地方财政原来的套路走不下去了。以前地方政府是怎么赚钱的呢？卖地，开发商拿地盖楼，老百姓贷款买房，税收、就业、产业链全来了。但是现在呢，房地产熄火了，卖地收入减少了，房子卖不动了，新生人口进不来，接盘的人越来越少，那怎么办？地方政府啊，要换个方向，得把钱砸到年轻的家庭上，拉住他们的信心。育儿补贴不只是社会福利，更是一次结构性的财政转向。如果这一届的年轻人单身、不婚、不生娃、不进系统、不背房贷、不消费、不接财政的压力，如果这一层人断了，那中国经济的结构、财政模型、人口红利全都得塌。这就是国家为什么必须出手。讲完了国家的焦虑，我们现在该问另外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：国家在发钱，地方在补贴，但是普通人真的敢多生吗？答案其实写在每一个家庭的账本里。生1个孩子啊，不光是个感情问题，更是现金流的挑战。到底卡在哪儿？我们一起来看清楚这几道门槛。第一道门槛呢，收入预期不稳。你可能还记得几年以前，35岁之前有房有车有孩子有升职的预期，这叫做人生的4件套。但是现在呢，很多人30岁就开始被公司边缘化，35岁被企业劝退，40岁在送外卖和网约车平台上挣扎求生存。大学生的起薪长期徘徊在3000到6000块钱每月之间，部分城市的白领中位数工资连房租都压不住。年轻人现金流紧张，不敢背负长期的
的负担。你说呀，就算国家一次性给你几千块钱的生育补贴，你敢拿它去换一个长达至少20年的现金流责任吗？第二道门槛呢，就是抚养孩子的成本太高。根据复旦大学家庭经济研究的数据，中国城市家庭抚养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，平均成本在60万到200万人民币之间不等，因为地区教育选择而波动差异极大。那其中呢，教育类支出占比一般都超过50%，从孩子的早教班、兴趣班、学区房、补课班一路卷到高考，还没上大学，这个家庭啊就已经供养透支了。你会发现，国家补贴你几百块钱一个月，那你光一节绘本课的成本就得300多，你领了育儿金还不够小孩一场感冒挂号输液的钱，育儿成本实在太高。那第3道门槛呢，就是教育焦虑严重。很多家庭本来想拼2胎、3胎的，结果1胎的又生小，3年级的焦虑就已经把父母快逼疯了。你卷不过别人，不敢放弃，你放弃了内卷，但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线。你想躺平，但是教育系统呢，并没有真正的减负。在这种不能输但又输不起的夹击当中，普通中产家庭1胎就开始焦虑了，学区房、孩子补课、升学的竞争。想生2胎甚至是3胎，那就意味着要更多的支出。不是这一届年轻人不愿意生啊，而是这届家庭太懂了。育儿补贴的现金补贴呢，只发3年，但是孩子的教育、医疗、住房是长期的不可中断的刚需。年轻人也知道国家想拉他们进系统，但是他们也会先判断这个系统还靠不靠得住。你可能会说，既然咱们国家养娃这么贵，国家现在愿意补贴，那么就对症下药了吧？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更扎心的现实啊，全球几十个国家发了几十年的育儿补贴了，几乎全失败了。发钱不等于就有人愿意生，为什么？咱们来看几个典型的国家啊。发钱最多的就是日本，但是它的生育率呢照样创新低。日本政府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实行了系统性的少子化对策，发现金补贴，提供免费托育，延长带薪产假，鼓励父亲休育儿假。结果怎么样呢？2023年，日本生育率跌到了1.2，是历史最低，新生儿数量跌破了75万，逼近了人口断崖。首相岸田文雄曾经亲自表示，日本正处于无法支持的危机边缘。为什么他们失败了？因为日本的问题呢，不是没钱生，而是整个社会结构过度内卷，住房成本高企，女性就业压力大，老龄化负担沉重。我们再来看邻居韩国，它的补贴金额是全球最高的，生育率却是全球最低的。韩国的育儿补贴是全世界最慷慨的国家，但是生育率呢，却在2024年降到了0.72，全球最低。从生育一次性奖励到免费体检，到全程教育的补助，韩国几乎全线补贴，但是还是没有人愿意生。核心的问题在哪儿？高房价、教育军备竞赛、工作不稳定、女性职场歧视，年轻人连婚都不敢结了，更别提生娃了。好的例子有哪些呢？首先就是瑞典，它最成功。其实呢，不是靠补贴，而是靠系统性的重建。瑞典生育率虽然也在下降，但是呢，一直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。原因很关键，瑞典不仅发育儿补贴，更是重建了整个社会系统。儿童免费医疗、免费教育，全国托育系统极其发达，男女同工同酬，父亲带薪育儿假是常态。瑞典不是靠发现金奖励育儿，而是构建了养育是全社会共同责任的认知基础。所以我们看清楚一件事儿，育儿补贴不是万能药，而是显微镜，它照出了这个国家对年轻人、对女性、对家庭的真正的态度。如果社会结构没有改变，教育压力没有降低，家庭分工依然不公平，女性一边打工一边还得主养娃，那么哪怕发个几千几万块，也只是延迟年轻人放弃生育的时间点，而难以从根本上逆转他们的决定。看到这里呢，你可能已经有了答案，不是老百姓不愿意生，而是国家要救的东西太多太难了。那问题来了，中国会不会像日本、韩国那样钱撒下去，结果更冷清呢？我的判断是，中国会走出自己的路，但是前提是要打破这几个误区。
第一个误区呢，认为刺激生育是短期的，而不是长期的结构性问题。现在很多政府呢，在积极的发几千块钱的现金奖励，给年轻家庭购房优惠、免费体检，生完孩子呢还会送奶粉、尿不湿。这些听起来很热闹，但是问题是，年轻人生育之后啊，要面对的是长达至少20年的教育、医疗、孩子就业的系统性压力，而不是一次性补贴就能够抵消的。今天多生了一个孩子，就等于接下了一个长期不可逆而且高风险的家庭财务支出，这不是靠情怀就能扛得住的。第二个误区呢，是鼓励生育要多养，而不是少卷，这一点特别关键。你有没有发现啊？现在很多鼓励生育的宣传呢，都隐隐着有一种主妇式的复古气质，鼓励女性回归家庭，少工作，多带娃，甚至有的地方在倡导全职妈妈可以领更多的补贴。但是问题是，如果社会还停留在女人主养娃、男人主养家的模式当中，那你对现代职场女性就等于惩罚性的生育，她们没有办法工作，没有办法升迁，还要承担几乎所有的育儿焦虑，几千块钱的年度补贴，但是也许在她们的产假期间就会损失2万块钱的收入和一次晋升的机会。真正有效的是降低卷度，比如缩小小学放学后的托育真空，打通职场弹性就业，保护女性产后的再就业权利，而不是一味的鼓励女性回家多生。第三个误区呢，就是认为育儿是个体家庭的责任，而不是国家系统性的投资。我们再说说瑞典、新加坡、法国的经验。育儿呢，不是一个个个体家庭的事情，而是国家系统未来的一次资本投资。教育和医疗要普惠，托育系统要普及，房价不能吓跑年轻人，就业环境要有预期，社会保障要可持续。否则，今天你发了育儿补贴，明天呢还得发教育减负基金，后天又得补贴脱产妈妈，最后呢变成财政兜不住，年轻人不敢信，而信任一旦坍塌，再多的钱也挽救不回来。所以我认为啊，中国现在开始推动育儿补贴是正确的第一步，但还远远不够。如果只是生了给奖励，生多给多，而整个系统不变，那未来呢就是另外一场结构性的失望。但是如果我们能以育儿为切口，推动教育、住房、就业、社保的协同改革，那么这一次也许真的能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生育路径。讲了这么多政策结构、国家焦虑，那普通人该怎么办？这个问题啊，没有统一答案。但是我想给你一个现实判断法，帮你回归自己的坐标。首先呢，你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现金流。如果你把生孩子当作响应国家的号召，那你会一直焦虑，因为国家想让你生1胎、2胎、3胎的时候呢，你可能会担心自己没房没钱；国家鼓励你养娃的时候呢，你又担心学区的竞争。等国家不提了，你又开始害怕错过政策窗口期了。但是你要知道啊，生孩子不是投资国家红利，而是投资你自己的家庭负债。你得掂量的是你自己和伴侣的现金流是否健康，是否具备长期稳定的预期。如果没有，那不管外部给多少钱都不安全。第二个判断标准呢，就是你不要被精英的焦虑所绑架。现在网络上最活跃的是哪一群人啊？1线城市精英教育双职工家庭，他们在讨论生2胎、3胎会不会毁掉职业生涯，多养一个孩子怎么给他匹配留学资源。这些讨论有价值，但它不代表普通人的生存逻辑。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家庭，你要问自己的是，我在哪一座城市，我的房租或者房贷占工资的比例是多少，我的配偶是否能承担育儿的责任？那家里有没有老人可以帮忙分担？我的职业路径是不是高度不确定？这些因素啊，才是决定你能否多养1个或者2个孩子的现实底盘。别让别人的教育焦虑变成你自己的结构性陷阱。第三，要注意关注政策的可持续性。政策可以鼓励，但是不能替你养娃。你要做的是观察政策的持续性和结构配套。比如你所在的城市连续3年都有育儿补贴，教育支出在不断下降，产假政策持续优化，那这些都是正向的信号。如果你发现政策呢1年比1年少，地方财政在收缩，学校资源没有扩容，那你就要小心政策反转。育儿补贴能否持续？教育成本是否下降？社保托育体系是否优化？这些指标呢，才是判断未来能否敢生多生的关键。所以，我们回到问题的本质：
育儿，这不是你和国家的命题，也不是你和舆论的赛跑，而是你和你的人生预期、生活结构、家庭支持系统之间的博弈。你不需要为任何政策鼓掌，也不需要抵抗任何政策，你只需要诚实。我到底能不能给出这份长期的爱和承诺？如果你看到了这里，你已经明白，这轮育儿补贴不是简单的福利分发，而是一场国家级的人口保卫战。它背后藏着3重焦虑：第一，国家焦虑，养老金缺口、消费坍塌、地方财政收缩；第二，家庭焦虑，教育内卷、女性职场困境、养娃成本失控；第三，社会结构焦虑，补贴发的越来越多，信任却越来越少。所以，每年3600元的育儿补贴释放的是一种信号：养儿防老的私人契约正在向国家兜底的公共契约过渡。如果未来教育会更公平，住房压力开始下降，女性不再因为生育被职场抛弃，年轻人也许真的可以不再把生娃当作人生负债，而是重新相信这个社会会帮我接住一个个新生命。那问题来了，你身边有人因为这几千块钱的补贴改变了生孩子的决定吗？还是像我们节目开头说的，大家等的不是补贴，而是一个更安心的未来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财经分析，别忘了点赞、转发、收藏，也欢迎加入我的知识星球苏涵思想会。我们在那里呢，会展开更多话题的深层逻辑分析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